受邀参加闺蜜的婚礼。然而一觉醒来，我躺在被钉死的棺材里，四周是狭隘的空间，如湿的木板，僵硬的尸体跟我脸贴脸挤在一起。在黑暗中醒来，潮湿的空气混着腐烂的味道。我下意识想起身，砰的一下，头结结实实地撞上了木板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疼痛让我清醒过来。头顶有木板，这个空间只能躺着，无法起身，伸手就能触摸到四周的木板。我似乎被关在一个长方形的盒子里，空气很稀薄，我因为缺氧而头昏脑胀。我到底在什么鬼地方？黑暗中没有一丝光，我连自己的手都看不见，只能胡乱摸着。手指触到了硬邦邦的物体，不是木头，干燥但不粗糙，僵硬没有弹性。手掌向上摸索，强忍着恐惧辨认，一个平面上凹凸起伏，大约有4个凸起。那是一张死人脸，而刚才我正和他脸贴脸躺着。狭小的空间里，我的呼吸被无限放大，嘴唇因为恐惧而止不住的颤抖，指甲死死抠着掌心的肉，绝望和恐惧支配着我的身体。闺蜜的新婚之夜，我被定棺活埋了，和一个死人葬在一起。闺蜜要和相恋7年的男友结婚，婚礼在男方老家举行。我和洛洛同是孤儿院长大的孩子，又一起上了医科大学。我们亲如姐妹，可以说我们就是彼此唯一的家人。她的婚礼，我是一定要参加的，作为唯一的娘家人，见证她的幸福。洛洛主张在他们相知相识的城市举办婚礼，邀请大学同学们一同见证。然而，林正坚持要回老家办婚礼。他告诉我，林正给他做了心理建设。那个村子在重重叠叠的大山里，前年才刚通上公路，所以村子比较落后，居住条件差，村里人比较传统守旧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车子不知翻过了多少山，盘山公路绕得我头晕，堪堪忍不住快要吐出来时，才到林正老家所在的村子。饶是我们做足了心理建设，也被这个小村子的贫穷落后震惊了。我算是理解了“穷乡僻壤”这个词的真正含义。穷山恶水出刁民，没由来的，我脑子里冒出这么一句俗语。呸呸呸！我在心里暗骂自己，朋友结婚的喜事，不要往晦气的方向去想。甩了甩纷乱的思绪，我和洛洛互相搀扶，走着泥泞的小路。不好意思啊，再往里面就没通路了，只能徒步，辛苦你了，洛洛，跟着我受这罪。林正满怀歉意地看着洛洛，算这小子还有点良心。又约莫走了20分钟，终于看到低矮的砖瓦房三三两两立着。这是正式进村了。村口有个穿着破烂的流浪汉，笑呵呵地盯着我们，散发的恶臭几米之外都能闻到。他的目光像胶质一样粘在我和洛洛身上，让人很不舒服。去，你睁着狗眼看什么呢？旁边有好心的村民拿出棍棒赶他，毫不掩饰的嫌恶。林正解释这是村里的无赖老流氓，人人都不待见他，我们也离他远点便是。接下来的路上，遇到三三两两的村民都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们，林正挨个跟他们打招呼，我俩也点头示意。虽然那些目光中有探究的意味，过于赤裸，让人有点不适，但终究还是热情的。不少村民上来就对着洛洛一顿猛夸，连带着一旁的我也被夸得天花乱坠。我放下心来，虽然贫穷，但还算民风淳朴。然而到了林正家门口时，我却愣住了。院门口的房梁上吊着2只死公鸡，用一根绳子拴着鸡脚，鸡冠下垂，地上的泥土和周围不太相同，呈暗红色，还散发着隐隐的腥臭味。我和洛洛哪见过这阵仗，当即拧着眉，捂住了鼻子。洛洛胆小，更是直接脸色煞白。然而还没等我们开口，里屋就快步走出来一群人。其中走得最快的矮胖妇人不安地搓着手，黢黑的脸上笑得堆满了褶子。她径直走到洛洛面前，捉住他的手，笑得合不拢嘴。这就是洛洛吧？终于见到我儿媳妇了，比照片长得还水灵。好。说罢，他又转向我上下打量，你是叔叔吧？白白嫩嫩的，城里大学生就是不一样，
跟我们这地儿的女人没法比，生得真漂亮。也好，也好，只当她是把我当成儿媳的娘家人一同奉承。我们含笑点头，却不太敢靠近挂着死公鸡的院门。你看你这娘们做事就是不靠谱，不跟儿媳说清楚，都把人家2个大学生吓着了。后面一个同样黝黑的老汉上前，这是我们村的习俗，迎接远客要杀公鸡放血，敬山神去晦气。踏过这道门槛，就是受过山神保佑的人了，以后在这儿都顺顺当当的。听着解释，我和洛洛对视，都松了口气，但还是杵着不太敢上前。爸妈，这种封建迷信就不用了吧，都把人家吓着了。林正眼看就要生气，老2口被儿子一吼，面面相觑，气氛有些尴尬起来。没关系的，入乡随俗，入乡随俗嘛。阿正，我们没事，就是以前没见过，一下子没反应过来。况且这习俗虽然有些吓人，也能接受，杀鸡祭祀的事儿全国各地都有，而林正一家的态度无疑是做足了的。洛洛不想场面难堪，拽着我硬着头皮往里走。过了院门，林正的妈妈就挽着洛洛的胳膊，亲昵的嘘寒问暖起来，场面又热络回来。不知何时，一个瘦高的妇人站在我身侧，揽着我的肩，也开始问东问西。相谈之下，才知是林正舅妈。虽然觉得她热情过头了，我还是礼貌应着。婚礼定在2天后举行。这2天，我在村里四处转悠，却极少见到年轻女子的身影。我走到哪里，都被目光注视着。这些目光与其说是好奇，不如说更像是监视。婚礼当天，更是让我大跌眼镜。本来以为林正老家所在的村子只是个民风落后的地方，没想到却有那些诡异的习俗。婚礼按照最传统的形式举办，甚至有点传统过了头。新娘的婚服是大红喜服，古装剧里才见过的那种，倒也精致。林正的妈妈说这是他们家祖上传下来的喜服，可我后来才知道，这一整个村子都共用这一件喜服。林正舅妈拿出一件红色袍子让我穿上，没有落落的精致，但也宽大的像婚服一般。我觉得不妥，和新娘穿相似的服装，总感觉不太尊重新人似的，更何况新娘还是我从小到大的闺蜜。但林正家人一再强调，这是习俗，在他们这里，伴娘就是这么穿的。在林正7大姑8大姨的猛烈攻势下，我还是妥协了。只是林正舅妈越看我越满意的眼神，总让我心里毛毛的。1拜山神，2拜父母。宣礼的是个村里的老头，佝偻着个背，声音尖细，像宣旨的太监。此也奇怪，不都是拜天地吗？这地方改成拜山神了。愣神间，腥臭的气味扑面而来，一捧土扬在半空中，落了新人满身。我站在新娘边上，也遭了殃。而其他宾客不知何时都已经站在我们2米开外，仿佛知道会有这一出，早早避开了。这算什么事儿？什么东西砸到我了？好臭！落落在红盖头下，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惊慌地开口：“临机写土，山神送福。”这是山神对新人的美好祝愿呢。我心里窝着火，强忍着才没有发作。婚礼流程根本没提到这点，我们毫不知情。好在接下来没再出什么幺蛾子，顺利完成了婚礼流程。林正在外敬酒，洛洛一个人坐在房间里。我提出要去婚房陪着洛洛，却被拒绝了。又是习俗。林正舅妈拉着我落座，又塞给我小香囊，里面塞着一块硬硬的东西。正要拆，她抬手制止了我。婚礼结束才能拆，先随身带着，这是给伴娘的回礼。经过这几天，我对这里这样那样的奇怪习俗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只好从善如流地收好香囊。吃饭时，林正的7、8姑8大姨一直和我唠嗑，不断给我夹菜，我应付得好不疲惫。宴席过半，我去后院上厕所，却看见一个女人蹲在墙角烧纸。别人的婚礼，她躲在后院烧纸，这是跟主人家有多大仇啊？女人的背影在夜里有些模糊，风中传来低低的啜泣声，和前厅的喧闹形成对比。我觉得晦气又瘆人，正准备离开，就被她叫住了：“
叔叔，没吓着你吧？你别去跟他们说，扫大家的兴。这人竟然是林正舅妈。我就是看着接林正结婚这么热闹，我心里高兴，但是呜呜呜，我忍不住想起我那可怜的儿啊。说着，他就扑上来抱着我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起来。他就比林正大2个月，要是还活着，现在也该娶妻了吧？我在梦里梦见不止一次，没想到还有这出。提及人家的伤心事，我也不好再行责怪，只能轻轻拍他的背以示安慰。然而下一秒，这女人盯着我悠悠开口：“叔叔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就是我儿的忌日。”冷风吹过，我身上一阵鸡皮疙瘩，心里毛毛的。这家人竟然把婚礼定在忌日，缺氧的窒息感越来越重，我的脑袋昏昏沉沉的，开始闪回一些经历过的片段。听说人在死前都会经历走马灯，我狠狠掐着自己的手心，把嘴唇都咬出了血，企图让自己保持清醒。可被钉死的棺材太重，我一个弱女子，身上连个尖锐的工具都没有，怎么逃脱？难道就要死在这荒无人烟的山村了吗？意识逐渐涣散间，一声声沉闷的敲击传来，然后是泥土抖落的声音。有人来救我了，难道是叔叔和林正？那人将棺材打开，费了好大的力才把我拖了出去。狼狈地躺在棺材边，我还没从缺氧中缓过劲来，眼冒金星，浑身无力。下一秒，身旁的人竟然开始扒我的衣服。嘿嘿嘿，你俩进村我就看上了，城里大学生就是不一样，这腿真白嫩。长时间缺氧让我浑身使不上劲，只能任由那人对我上下其手，心里恶心的要命。这人根本不是来救我的，而是那妮子嫁给林正，我是没机会了。不过你嘛，反正都被配阴婚了，早晚要死，不如给我爽一把怎么样？嘿嘿，骚臭的气味刺激我的鼻腔，恶心的胃部一阵痉挛，反而让我清醒不少。你是谁？什么配阴婚？此时借着月光，我也看清了，这人正是进村时盯着我们露出猥琐目光的老流氓。我装得无比害怕，怯懦地挤出2滴眼泪。我不反抗的话，你能不能完事之后放了我，带我出去？反正也没人知道的。那不行，你已经嫁给林家那死人了，山神面前里成的，我可不想他半夜来找我。爽完了，我还得把你埋回去呢。这流氓油盐不进，看来只能来硬的了。我挣扎着，伸手胡乱摸到一块尖锐的石头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往他头上砸去。他吃痛的去捂头，我趁机挣脱开，一脚踢上他的裆部。老流氓旋即痛得满地打滚。我拿起一旁挖土的铁锹，抵着他的喉管处威胁：“你给我说清楚，什么配阴婚？到底是谁害我？还能是谁？你许给林家死了几年那小子当媳妇了呗？兄弟俩同一天婚礼，喜上加喜。林家死了几年的林正的表哥。”种种不寻常串联起来，怪不得林正舅妈对我颇为在意，怪不得婚礼的日子定在忌日。我心里一阵恶寒。从踏入这个村子开始，我就已经被算计了。这整个村里的人蛇鼠一窝。为了防止老流氓去报信，我狠狠用铁锹在他头上敲了2下，确保他晕死过去，才转身离开。茫茫深山，我没有手机，无法联系外界，光靠双腿要怎么逃出去？况且我还得去救洛洛。他们能对我做出这些事，难保还会有什么荒诞的习俗。而这些事，林正又知道多少呢？月光森冷，照在这片荒村坟地上，更显诡异。漆黑的夜，我凭感觉沿着小路走着，突然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。我还将那块尖锐石头攥在手心，朝那个方向冷冷地看着。跟了我一路了，出来吧。灌木丛动了，一个矮小的黑影从灌木丛中钻出来，走近了才看清，居然是个小男孩，看身高也就7、8岁大。他穿着破烂，一只脚跛着走向我。漂亮姐姐，你是鬼吗？我今天明明看着你被埋进地里了，你不是嫁给林家的死人了吗？你是鬼吗？我不是鬼。他们说你是林正媳妇带来给他哥配阴婚的，我还以为是个死人哩。心头猛地震颤，我如遭雷击。
他说是洛洛将我骗来和死人配阴婚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和他是好朋友，他怎么可能害我？你们这一个村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不信就算了，我亲耳听到的，他们都是一伙的。你要是去找林正媳妇，就会被埋回去，再也出不来了。小男孩说完就往前走，不再理会我。走了2步，他又回头看我，你有没有钱？你给我钱，我就给你指路，带你出去。我身上别说1分钱，连个稍微值钱的东西都没有。伸进口袋，忽然摸到了硬硬的东西，是林正舅妈给我的所谓礼物。我掏出来打开看，是一把金色的锁，不知真假。这个给你，你给我带路。我将金锁递给小孩，借着月光看了看，揣进了兜，示意我跟他走。山路坎坷，一开始还能辨出路的痕迹，走着走着，却越走越深，往林子里去了。我看了看月亮的位置，心中狐疑：小孩，你耍我？这方向明明是进山，根本不是出村的路，村口都有人守着的，你哪里跑得出去？我知道一条小路，就是从这山上过的。他一瘸一拐地在前面走着，月光透过树影落下来，背影忽明忽暗。小孩略微有些驼背，低着头用树枝打开前面挡路的叶子，反倒像个小老头。他偶尔回头瞥我有没有跟上，侧脸在树影里泛着幽光。有什么地方特别怪异？我快走几步，拿起手里的石头朝他后脑门砸去。然而他却好像早有防备似的，向左一避，轻松躲过。回过头来看我，他冷哼一声，眼中再不是孩童的天真，满满的阴沉和狠毒。啧，居然被你发现了，我是哪里漏了破绽吗？见被我识破，他也不再装模作样，身形确实和小孩一样，甚至演技都没什么破绽。只是你这个身高的小孩，不可能有喉结的，所以你根本不是小孩，你是个侏儒。没有说出口的事，10几年的情谊，我和洛洛早已亲如家人，我绝不相信他会跟别人合伙害我。他咧开嘴笑起来，默认了我的推断。他用手摩挲着自己的喉结，发出桀桀的声音，听得我头皮发麻。知道了又怎样？跟我走，还是被抓回去再活埋一遍？你选呀！结，你想要什么？你带我出去，我可以给你钱。我有些不自信，说话都没什么底气。毕竟这个村子的人都不能用正常逻辑来衡量。我要太多钱也没处花呀，我就想要个女人。嘿嘿，村里人都瞧不起我，他们不让我住在村里，连卖女人都不卖给我。他一口破锣嗓，声音在幽林里回荡。我家就在这山上山洞里，你跟着我还能活，怎么样？说罢，侏儒一瘸一拐地朝我走过来，笑得极其猥琐。我一阵恶寒，滚一边去，死变态！我将手上的石头掷了出去，又从地上胡乱捡起石头扔向他。他被几颗石子砸中，恼羞成怒：你会后悔的，死女人！以他侏儒还跛脚的残缺身体，跟我打起来还不一定能讨到好处，这也是他选择诱骗的原因。他不再纠缠，转身向树林深处跑去。我不敢再耽搁，生怕晚了洛洛会遭遇不测，又怕这侏儒会去村里报信。到时面对这整个村子的村民，我们就真的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。借着月亮的位置辨认方位，我一路找回了村里。幸好今晚大多数村里人都在林正家喝喜酒，四下寂静，反而没被人察觉。摸到林正家后院，也就是我被他们迷晕的地方。我小心确认过没有人后，才蹑手蹑脚地进去。前厅传来的笑闹声传进我的耳朵，如同恶魔低语，只让我觉得心惊胆战。新房很好认，后院唯一亮灯的那间就是，四面贴了喜字，看着尤为刺眼。我悄然从窗户翻进去，洛洛被吓了一跳。我连忙打手势示意他噤声，又跟他说了事情原委。现在不是多说的时候，这是个吃人的村子，谁都不能信。我们赶紧走，然后报警。洛洛握着我的手微微颤抖，有些惊慌失措。他们把我的手机收走了，现在我们根本没法联系外界。这深山老林，没有车，光靠走路。你说林正他知道这事吗？
我们要出去，或许还得他帮忙才行。经过这一夜，我对林正也抱有怀疑。但洛洛说的对，没有车，没有别人的帮助，我们根本走不出这个村子。夜风从打开的窗户吹进来，吱呀一声，门开了。林正穿着喜袍进了房间，洛洛起身将我挡在身后，一双眼直愣愣地看着林正，已经开始流泪。洛洛，这是怎么了？叔叔怎么在这呢？我舅妈说他喝多了去房间休息了，你怎么还哭了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洛洛再也忍不住，抓着他的衣服哭诉起来。林正听着这荒唐事儿，脸色也是变了又变。我仔细看着他的表情，企图辨别他是否可信。不怪我过于谨慎，实在是经过这一个晚上，我无法相信这个村里的任何一个人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我不知道事情会是这样，我也好多年没有回村子里了。我以为爸妈坚持让我们回来办婚礼只是守旧，没想到我差点害死了叔叔。他脸上的悔恨不似作假。这样，今晚你们就待在这个房间里，新房他们不会进来的。明天一早，我想办法送你们出去。现在不能走吗？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多待1分钟，叔叔就多1分危险。洛洛，你别急，听我说，晚上出去不好找借口。开车的动静很大，到时候全村人阻拦，我也没把握能带你们出去。明天我们就说去镇里赶集，顺理成章。我叹了口气，告诉他们我在路上遇见了个人，他8成会去报信。我们没多少时间了。林正，你先把手机给我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先报警。林正面露难色，似有纠结。阿正，叔叔说的对，我们快点先报警啊！抬眼瞥到林正的左手往口袋处按了按，我做事要去掏他的手机，谁料他侧身一闪，后退几步，警惕地看我。林正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林正并不说话，只阴沉沉地看着我。洛洛煞白着一张脸，愣愣地说不出话。此时的他在愚钝，也反应过来，今晚的一切，林正是完全知情的。他是帮凶。他完全想不到相恋7年的男友竟是这样的人。7年的时光，却没看清他是人是鬼。洛洛，我真的很爱你，你不能怀疑我对你的感情。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，为了我们的幸福。在我们村里，长幼有序，兄长要先娶妻，做弟弟的才能结婚。哪怕这个兄长已经不在世了吗？对，在配阴婚之前，他不能下葬，不得安息。而且配阴婚的女人必须是活的，我也不想这样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，洛洛。林正说着，他扭曲的表情浮现出痛苦的神色。我只觉得恶心又恐怖。10几年的教育竟然也没能让他脱离这个村杀人的封建习俗，甚至还主动成为了帮凶。7年，我却没发现你是这么恐怖的人。洛洛哀哀地摇着头，心如死灰。如果兄长未娶妻就去世，弟弟的妻子就是2人共妻，要在新婚夜同时嫁给2个人。洛洛，我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？所以，如果说不是叔叔陪我来参加婚礼，今天被定棺下葬的就是我，对吗？对，我怎么舍得呢？所以，洛洛，我们把他绑了，只要牺牲他一个就好。你继续做新娘子，今天还是我们的大喜日子，好不好？林正把目光转向我，他双目赤红，表情已经接近癫狂。你不是他最好的朋友吗？你帮他怎么了？这样我和洛洛就能幸福快乐。你们不是好闺蜜吗？我连连后退，突然看到林正的嘴角勾起一丝笑意，还未做出反应，脑袋被重物击中，随即天旋地转，我晕了过去。倒下去的最后1秒，我回头看到洛洛高举着烛台的双手，满眼不可置信。再醒来时，我在一个潮湿昏暗的环境中，双手被反捆着。我猜想可能是某个地下室。林正的舅妈给我送饭吃，用手拿着白馒头喂我，难以下咽，但我必须吃下去。有了力气，才能想办法反抗、逃走。叔叔啊，他们都说饿3天饿不死的，妈觉得不行，我媳妇可不能饿着下去。做个饿死鬼下去，我儿养不起，可咋整？我一掀眼皮，
3天是什么意思？莫非3天后是他们定的良辰吉日，再次给我定棺下葬的时间？我一看你就很投缘，我儿子肯定也会喜欢，你就好好待着，3天后漂漂亮亮出嫁。他说完，用粘着馒头碎屑的手拍了拍我的脸蛋。我本以为配阴婚是简单的将我和尸体埋在一处，却没想到他们真的又风光大办了一场婚礼。婚礼当天，我终于得以重见天日。几个婆子七手八脚地给我换婚服，他们都是干了几十年粗活的人，在他们手下，我根本动弹不得，彻底歇了想逃的心思。镜子里，我的脸被涂得煞白，配上血色朱唇，倒真像恐怖片里的鬼新娘。梳妆完毕，房门被推开，我怨毒地看着门口站着的人，如果眼神有实质，他们此刻怕是已经被我凌迟。婶婶们，我跟叔叔好歹多年朋友，想最后说几句话，你们看能不能行个方便？洛洛穿着粉色夹袄，一副小媳妇做派，倒是很好地融入了这个环境。那几个大婶明显还不是很信任他，并不准备给他这个面子。我冷哼一声，你这贱人，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，你就在这说，让我好记住你这副嘴脸，以后天天晚上来找你。要不是几个大婶架着，我已经冲上去给他几个大笔兜。叔叔，我也是不得已的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可阿正是我的家人。我从小没有家，他给了我最想要的，你会理解我的，对吗？你记不记得8岁你生日的时候，那天晚上我们在孤儿院东边的那棵树下，我们埋了个盒子，里面写着我们长大后的愿望，我写的就是我想要一个家。如今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，你放心，我和阿正会回去一趟，挖出你的愿望，帮你实现的。他说着，还从眼眶里挤出几滴眼泪来。假惺惺，恶心不恶心呐你？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若今天我真被活埋，我也要变成厉鬼爬上来报复这些人，让他们不得安生。他们架着我跟一个淋了鸡血的纸人拜了堂，堂上是2根点燃的白烛，随后又将我的双手捆上，塞进了一顶白轿子。唢呐刺耳，在场除了我，每个人都在笑。轿帘放下的前一秒，我隔着人群远地看到洛洛被林正揽着，冲我咧嘴。下葬也要等吉时，在那之前，一行人就在坟地旁边干等着。我坐在轿子里，看着外面天色将暗，弯腰艰难地从鞋底掏出了藏好的小刀片。幸好他们给我换喜服，却没有动我的鞋袜，否则现在事情就更棘手了。我用刀片一点点反手割烂绳子，双手终于得以自由。为了不露出破绽，我又虚虚地打了个容易解开的结，然后将刀片攥在手心，开始叫唤起来。吵什么吵？临到头了还找事儿？我肚子疼，想拉肚子。哎呦，要死的人了，不用理他，随他去吧。一旁有人搭腔，那我一会拉在棺材里，就拉那死人嘴里。一阵脚步声过后，一双手掀开轿帘，猛地把我拽出去，抬眼对上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眼睛。大喜的日子，别给我特么说晦气话，恶心老子！大哥，我真的憋不住了，我也不想啊，要不你让他陪我去，看着我。我眼神看向林正舅妈，带着乞求的神色。我带他去，绳子不用解，我给他脱裤子，他耍不了花招的，我儿的婚礼可不能给毁了。去吧去吧，别走远，婶子，就那儿。壮汉往一旁的树林指了一指，林正舅妈牵着绑我手的绳子往里走。我就知道这老女人肯定受不了我说要在她儿子身上拉屎。约莫往树林里走了10来米，她就停下了，示意我就在这解决。我望了一眼，这个距离不够，还是太近了。妈，我还是黄花大闺女，这么多男人看着，不好吧？再往里走走。老女人皱着眉思忖，似乎也觉得她的儿媳被一群男人看着如厕不太好，就到那棵大树后面吧，也不远，能挡着就行。或许是我那一声妈叫到她心坎里了，她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。此刻她还不知道，她会为这个决定后悔。在她靠近我准备帮我脱裤子的时候，我手里的刀片已经抵上了她的脖子。这个动作在脑海里练习了无数遍，
循着脑袋里教科书上的图例，我精准地用刀片割断了他的颈动脉。快、准、狠。人在被割喉的一瞬间是发不出任何声音的。他瞪大了浑浊的眼睛，死死盯着我，眼里满是震惊。这么想找个人下去陪你儿子，那你就自己去吧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头也不回，转身向东边跑去。我这辈子最不可能怀疑的人就是洛洛。相依10多年，我们之间的情谊早已是超过亲人的存在。我们永远是彼此的第一位，而他也绝不可能为了一个男人背叛我。这是林正这种男人永远不会明白的道理。那个晚上，早在林正推门而入前，我们就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。哪怕是相恋7年的未婚夫，在这样的绝境中也不能完全信任。所以我提出报警是试探。如果他人如其名，真是个正人君子，那最好不过，我们可以在他的帮助下顺利逃脱。可惜他的真面目暴露得太快，我和洛洛都明白，光靠我们2个根本走不出这个村子。延绵不绝的山脉，没有车子，走不出多远就会被抓回来，到时我们面临的将会是更绝望的处境。而没有手机，我们根本无法报警。林正进门前，我便在鞋子里藏好了刀片。洛洛假意被说动，拿起烛台砸我，是连林正都没想到的。烛台砸人的动作看着吓人，实际上他并没有使多大力道。同为医学生的他知道如何避开要害，掌握力度。多年的默契，我在转头与他对视的那一刻，就什么都明白了，配合地晕了过去。也正是这个举动，让他们对他放松了一丝戒备，虽然不能与我接触，却也不被限制人身自由。他的任务是偷到林正的车钥匙，我的任务是想办法获得人身自由。我们默契的配合，只为从这个鬼村子里谋一丝生机。8岁的晚上，孤儿院东边的大树下埋着我们的愿望。我知道他想说的是晚上8点，一直往东跑，他已经拿到了车钥匙，我们会一起逃出升天。上白教时，我们隔着人群遥遥对望，给彼此最后的鼓励。我沿着小路往东边走，但不敢走在路上，而是在小路旁的树林里快速穿梭。不知跑了多久，我远远地望见熟悉的车型停在一棵大树下。洛洛在后视镜里看到我，探出头来向我招手。坐上车子，洛洛朝着我灿然一笑，得意地指了指远处。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。你干的够厉害啊，够他们手忙脚乱一阵的了，没时间来追我们。我俩一个穿着粉色的花袄却灰头土脸，一个穿着大红的嫁衣，脸上的妆容糊得不像样，相视而笑，像是回到了幼年在孤儿院扮过家家的下午。然而下一秒，笑容僵在了我们脸上。点上火后，车子根本发动不了。惊慌地对视一眼，我和洛洛倏地脸色大变。这辆车子根本没油。要知道，在开进村子最近的一个加油站，林正可是把车加满了足够返程的油量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只能说明他早就发现了我们的逃跑计划。洛洛推了我一把，顺着他的目光落到后视镜上，一群人影影绰绰地正朝这边走来，各自手上还带着锄头、麻绳之类。领头的那人不是林正又是谁？先关窗，快快！关上车窗，落了锁，却无法缓解我们心中的恐惧。如今的情势，我俩已然成了瓮中之鳖。林正带着人走近，绕着车将我们团团围住，一群人面色不善。有人上手拍着车窗，碍于是林正的车子，他们没有直接动手砸。林正那张阴沉沉的脸在车窗边放大，面容扭曲到极致，哪里还能看见曾经谦谦君子的模样？你为什么就不能乖乖做我的妻子呢？非要帮着他，太让我失望了，洛洛。你对我的感情就这么经不起试探？闷闷的声音隔着车窗玻璃传来。下一瞬，面容扭曲的男人举起手里的锤子，猛地砸向车窗。玻璃碎裂的声音在耳边骤然放大，随即细碎的刺痛袭来，玻璃碴炸了我满身。顾不上身上的痛感，村民涌上来，七手八脚的就要把我和洛洛拖下车去。林正，我真的想不明白，
为什么你一个大学生跟他们一起，执着于配阴婚？洛洛紧紧抓着我的手腕开口，我知道他是真心的不解，也是在拖延时间。只是这次，我们恐怕这种要人命的恶心习俗是犯法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没有女儿吗？就这么恶毒？洛洛盯着村民们出言激怒。哼，你们这种城里人懂什么？没有结婚的男人下去不得安息，若不配阴婚全了他的愿望，那人的阴魂就会作祟，搅得村子不得安宁。这都是封建迷信啊，不能当真的。洛洛试图劝说，却被好几道人声一起打断。这事儿可是大家亲眼所见，在场的人都经历过，你们这些城里人就是不懂敬畏鬼神。若不是亲眼见过，我也不信。这次开口的人居然是林正。这话一出，我和洛洛相视哑然。这么多人都说亲眼见过，难不成这世上真有阴灵怨魂？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一闪而过？然而面对的情况太过棘手，我并未抓住。村民们不再跟我们废话，拿着绳子绑了，推着我们上路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开口对着身边的一个婆子打听众人所说的都见过阴魂作祟的事。还好那婆子是个嘴碎的，愿意开口。大概10几年前，有个不受村里待见的残疾男人，被赶出村后不知死在哪里了。这人活着的时候就想娶媳妇，可哪家有眼睛的姑娘愿意嫁？别说嫁了，就连做买卖的都瞧不起他，他出钱也不卖个媳妇给他呢。前边一个婶子回头搭腔，结果村里就出事儿了。那这儿村里半夜死鸡死狗的，还有上山被人发现尸首的，那都有好几个。老陈家的还说半夜看到过那鬼影呢，就朝着他喊为什么不给他娶媳妇。后来我们买了个痴傻的女娃给配了阴婚，风光大办，就再没出过事儿。由不得你不信。手腕的麻绳磨得生疼，却让我思绪更加清晰。你跟他嘴碎这些干什么？后头有个男人警告似的啐了2口，这不是让他知道厉害，也晓得逃不过的。前边给我解释的婆子陪着笑道。我忽然站定，心下几乎已经了然了事情的始末，不由得在心里冷笑。身边的男人推搡了我一下，我却不动。你们也太蠢了，被耍得团团转却不知道。一众人皆是愤怒地看着我，我并不管，而是转身看向林正。林正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你是怎么知道我逃出来找洛洛的？我一直盯着他，我说过了，从一开始我就没完全信他。我一直以为是那人报信引来了林正，而事实上他比我更害怕被村民发现。我心中的想法几乎确定了8、9成。第二个问题，你们口中的残疾人是哪方面残疾？可是个侏儒。此言一出，众人皆讶异地瞪大眼睛。那婆子只说残疾，可从没一字一句透露过那是个侏儒。看着他们的反应，心中的想法已经坐实，什么鬼神阴魂，那都是人在装神弄鬼。那侏儒就这样足足耍了你们10几年。你们说那人被你们全村瞧不起，被赶出村暴尸荒野，有谁见过他的尸体吗？他根本没死，而是在附近的山上藏着，趁着夜半下山搞些小动作吓唬你们，杀些偶尔上山落单的人报复。你们仔细想想，死的都不是青壮年吧？因为以他的身体，恐怕一个力量稍大的成年女子都打不过。这时村民们的脸色已经精彩得如同调色盘。你们还敬他为他，给他风光大办一场婚礼，他不知道躲在哪乐呢。愚弄了瞧不起自己的人10几年，看着你们因为他流传下配阴婚的习俗，他应该很高兴吧？说不定都把自己当做了你们口中的山神了呢。你这女人胡说八道一通，还亵渎山神，有什么证据？有没有证据？你们去找就是了，他就在那座山上，我见过了。只一句话，人群炸开，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。商讨片刻，他们决定先把我和洛洛绑回林正家看着，一批人去山上搜人。被齐齐捆在后院，我和洛洛背靠着背，露出苦笑。虽然侏儒引发的真相吸引了村民们的关注，可也只是暂时给我们拖延了时间。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林正就在后院搬了把凳子坐着看守。
另有几人在一旁冷冷地看着，盯着我的眼神仿佛要将我剜出血来。正是林正舅妈一家。不远处停着一具女尸，眼睛睁得巨大，死不瞑目。那是被我暗算杀掉的林正舅妈。这下子，哪怕是知道了阴婚习俗的真相，这家子也定不会放过我。那边的事情不管结果如何，这妮子今晚就给埋了，还按之前的规矩合葬，也算是全了你舅妈的愿。她到死都想着给儿子娶个媳妇，就让他们一家人去那边团聚吧。抽着旱烟的老头出声，算是盖棺定论了。至于阿正媳妇，以后就留在村里，别跟着出去了。这话一出，我的心如坠冰窖。未免夜长梦多，一行人押着我走向坟地。这地方我已经来来回回3次，此时再至，实在是心情复杂。就在一行人要将我放入棺材之际，一群人从四周冲了出来，将他们团团围住。警察，别动！早在进村之前，我就用家里的备用机设置了定时自动报警信息。而我进村的目的，当然不是参加婚礼这么简单。林正此时哪还有不明白的？我刚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拖延时间，等警察到来。他愤怒地拿着手边锄头朝我砸过来。砰的一声，枪声响起，林正的左脚中弹，堪堪摔倒在地，只是仍不甘地瞪着我。7年的筹谋，终于大仇得报，心里的快意几乎掩饰不住。我嘴角噙着一抹笑，毫不示弱地直视回去。警察将我们安全带了回去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，发现那村子的坟地里埋着不少外乡女孩的尸体，与人合葬，无不死相凄惨。他们不像我这般幸运，只在狭小的棺材里留下来一道道指甲抓出的血痕。整个村子都参与了这些惨无人道的血案，他们都将接受法律的制裁。除此之外，在离村子不远的山上，山洞中发现了几具穿着红嫁衣的女尸。这些女孩企图逃跑，却被哄骗落入另一个魔爪。尸体腐烂程度不一，作案时间横跨10几年。患有侏儒症的凶手被找到时，已经被村民殴打致死。农具、刀具的致命伤在尸体上大大小小几十处，几乎辨不出人形。至于我和洛洛伤害他人以及纵火行为，被认作是紧急情况下的正当防卫，做无罪处理。事情结束后，我们回到了孤儿院的树下，挖出小时候埋下的铁盒。照片里3个小女孩笑得天真灿烂。小玉被收养后，我们都很为她高兴。起初，我们还按照约定的那样每月通信，后来就再没收到小玉的回信，甚至我们的信件也被退了回来。孤儿院的老师安慰我们，这是常态，许多被收养的孩子会选择跟过去断了联系。可我不信小玉是这样的，因为这件事，我和洛洛拒绝了所有领养。成年后，便去小玉信件上的地址寻找。房东告诉我们，他们一家早已搬离。然而再查下去，却发现小玉的养父母因拐卖人口被通缉在逃，而他们这些年领养的孩子们早就散落天南海北，不知所终。我们把小玉失踪前后3个月她养父母打过的所有电话联系人查了一遍，找到了林正的亲戚，又顺藤摸瓜，发现了林正这个最好的切入口。我和洛洛用7年的时间，终于把小玉的尸体带出了深山。根据林正的口供，逃了10几年的小玉养父母终于落网。顺藤摸瓜，警方又打击了一连串的人口拐卖团伙。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林正在此事中的参与的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。作为村里唯一的大学生，自打他成年后，村里买阴婚女孩的事没少经他的手。买卖人口、绑架、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，林正被判了死刑。行刑前夕，我和洛洛去做最后的探视。他比想象的要冷静，可以称得上麻木。他说现在想想，自己的人生真是可笑，明明受了高等教育，走出了深山，却对鬼神之说深信不疑，还因此助纣为虐数十年，把自己拖进了深渊。到头来却发现，这一切竟是个拙劣的谎言导致的荒诞闹剧。几年后，我和洛洛合办了一家诊所，一起完成我们3人悬壶济世的梦想。
每年我们都会拿出营业额的10%，一半捐给收容我们长大的孤儿院，一半捐给曝光人口拐卖的非营利机构。阳光照不到的缝隙里，阴暗疯狂滋长，那就做追光的植物，一路生长到向阳处去。